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杰克威杰。相信有不少同学玩通了尼尔的2代游戏后，依然对整个系列游戏的世界观，特别是2代游戏之间的联系啊，游戏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完全的不了解。在尼尔人工生命 vs1.22 的资料设定集中，横尾太郎说了，这是他特意安排的一种叙事结构。即使你单玩过游戏，体验游戏的剧情，不再去深入了解背后的故事是完全可以的。但如果你有心去了解尼尔系列故事背后的庞大设定，那将是一个无比深奥、信息虽然破碎，但在探究的途中，你将会逐渐理解一切，并被整个严谨缜密的大世界所吸引的旅程。鉴于我之前的视频不是按照作品来分段讲解，就是零零散散的信息，所以我决定开坑一个尼尔编年史系列，根据尼尔系列的年表，也就是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，尽量事无巨细的将整个世界观展现给大家。说实话，梳理起来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，但希望这个视频能够让你体会到尼尔系列在玩家看不到的地方，同样在剧情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开始尼尔编年史的第一期讲述。一切的源头要从2003年6月12日的红龙穿越事件说起。在日本新宿的街头，凭空出现了无重力的巨人以及一只红色的巨龙。据悉，有人目睹了在红龙的背上还有一位不知名的男子。随后，红色的巨龙被日本自卫队战斗机的导弹击中，尸体挂在了东京铁塔之上。白色的巨人则逐渐化成粉末状，分崩离析。当局立刻对神秘的超自然现象进行了信息的封锁，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哗然，各种阴谋论和谣言四起。根据年表的显示巨龙的亡骸被神秘的研究所保管，进行秘密的研究，而巨人的残留物也被不知名的组织回收。我们可以在尼尔1代的武器愚者的痛哭的武器故事中窥见一番。总之，龙与巨人的尸体都被人类保存，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做着研究工作。后面我们也会再说到相关的事件。其实从上帝视角看到，我们可以知道龙和巨人都来自另一个作品横尾宇宙的处女作《龙背上的骑兵》中的异结局。巨人是神明派来毁灭世界的母天使，红龙与凯姆在与其作战当中意外穿越到了2003年的日本新宿，而初来乍到的红龙却以为新宿便是神明的世界。至于龙背上的骑兵与尼尔这2个平行宇宙的联系，依然是后面会在恰当的年份说到。然后到了2004年，一种奇怪的病在新宿蔓延开来，人们称之为白岩化症候群。根据研究，患病的人通常会有2种非常极端的症状，一是全身溃烂，最终化作白色的粉末。根据尼尔1代的设定集第8页的调查报告显示，粉末的成分为氯化钠，也就是盐。另一种症状则是患者的情绪会变得异常凶暴，进而攻击其他的正常人类。这些情绪异常的患者直接导致新宿地区的城市系统瘫痪。因为对此病症完全没有应对的方案，日本政府在10月做出了无奈的举措，那就是封锁了整个新宿地区。人们将围绕着新宿地区的高墙称之为耶利哥之壁。耶利哥一词取自伯希莱圣经，以色列人收到了上帝的指引，推倒了奴役人民的耶利哥之墙。所以尼尔在这里也提前预示了封锁新宿的高墙同样迟早会崩塌。直到2006年，收容巨人亡骸的组织一直对白岩化进行着研究，他们明确地了解了人类的肉体之所以会白岩化，正是由于巨人身上所散发的粒子导致的。在设定集第8页的调查报告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其研究的已经非常深入，什么原始之海、培养地组织以及纪粒子等词汇，反正给我的感觉十分的 EVA。 不过这个原始之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，没准在下期视频或者下下期还会提到。这里我们继续推进时间。2008年2月，耶利哥之墙不出意外的倒塌了，并且墙体是被新宿内部的怪物破坏的，大量的白色怪物涌上了街头。除此之外，还出现了领导白色怪物的高级怪物，它们都有着红色的双眼。人类将白色怪物命名为突变体，
红色的怪物则叫做红眼。在之前的视频里，突变体我通常会说成军团怪物，因为英文是 Legion。不过既然在中文版的设定集中它翻译成了突变体，我这里还是尊重官方的译名，就叫它突变体。在设定集的年表中有对红眼进行注解，说是红色的眼睛的怪物是受异世界之神干预更深的个体，他们会倾向于与灭世之神签订契约。听起来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对吧？我们结合横尾太郎在顶上宴席的访谈部分来理解。横尾表示，白岩画跟龙背上的骑兵中的契约画是相似的概念。所谓的契约就好比龙背中的凯姆舍弃发出生命的权利，与红龙签约，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。那么白岩病呢，其实是跟异世界的灭世之神签约。通过母天使传播的祭粒子，每个人都必须要签。如果你同意毁灭世界，那就变成突变体去袭击他人；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对不起，变成白色的盐巴吧您内。那这其中特别有资质啊，对异世界的神信仰度极高的就可以成为红眼啊。总之呢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耶利哥之墙倒塌后呢，这个军事力量对战异世界的怪兽啊，还是差点意思。所以2008年，整个日本都化为了与突变体战斗的战场。第二年，也就是2009年，凡是插一手的美利坚看不下去了，派遣武装势力来日本这里镇压。但是很明显啊，通常这种情况不是图谋不轨，就是在做无用功。抵抗突变体的作战收效甚微。这一年的8月6日，实在打不过，老美给支了一招，下核弹呐。于是核弹瞄准了新宿，这一次的核打击致使日本全境化为了焦土。人类称此次事件为广岛悲剧的再临。不过老美就说了，凡事看效果嘛，你就说突变体还有没有了。别说2009年突变体还真的没了，但也仅仅就在2009年。2010年这一炸呀，直接让神秘粒子扩散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白岩化的患者以及突变体。重压之下，各国相继展开了对异世界粒子的研究，希望能找到治愈疾病的答案。同年的6月呢，研究巨龙王骸的组织通过研究龙身上的粒子，他们称之为魔素啊，确立了多元宇宙学说，也就是证实了异世界的存在。这里讽刺的地方在于，魔素和祭粒子导致人类濒临灭亡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，它也让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自此之后呢，应对白岩化和突变体成了全球人类的共同目标。于是联合国组织的世界净化机关上台，致力于推进守护人类的任务。到了2014年，借由对魔素的研究，净化机关研究出了将人类灵魂从身体中取出，并且再成功放回肉体的技术。他们将灵魂体的状态叫做形态体。但此时大部分人类因为伦理上的问题还不能接受这种抽魂的技术，而世界净化机关并没有停止对此技术的继续研究。2016年，人类终于研制出了能够稍微抑制白岩化的疫苗，它叫做荧光素酶。这种疫苗在年龄越小的个体身上效果越好，于是在这一年的12月，哈梅尔机关正式建立。这个国际组织致力于培养对抗突变体的部队，成员由年轻的少男少女组成，打上荧光素酶对白岩化的免疫，让他们在战场上更加有利。哈梅尔这个名字来源于一则童话故事《哈梅尔的吹笛手》，讲的是吹笛子的人拐骗少男少女的故事。跟利用少男少女对抗突变体的意思差不多。另外，这帮年轻的军队啊，被称作十字军，跟东征的天主教军队同名。个人感觉呢，这里也是在讽刺啊，跟天主教的儿童十字军一样，也就是战争之下对年轻人的残害。2018年，日本政府看这些个国际组织啊逐渐发展壮大，也在暗地里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场所——国立兵器研究所。他们表面上在经营着孤儿院等福利设施，但实际上是寻找无家可归之人来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。国立兵器研究所顾名思义啊，他们的目的是通过研究魔素与人体的结合，打造最强的兵器。
有一对双亲死于事故的姐弟，就在这家表面上的孤儿院生活着。姐姐叫哈尔雅，弟弟叫艾米尔。2025年，人工生命技术诞生，人类研发出了取出形态体后，即使肉体毁灭也可以收纳形态体的躯壳——人工生命。2026年，国立兵器研究所发生了重大暴走事件。根据短篇小说《十之花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一年哈尔雅被当作6号实验体执行了人体实验，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哈尔雅挣脱束缚暴走了。作为 B 计划的7号实验体，也就是他的弟弟艾米尔，用双眼的石化能力封住了哈尔雅的行动，从而避免了给研究所造成更大的损失。此次事件之后，研究所开始缩小研究规模，掩盖过去在这里进行的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。2030年，在第13次十字军行动中，人类将所有的红眼怪物歼灭，这导致突变体的威胁逐渐减小，但白岩化的粒子仍在持续扩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一次十字军的行动中，有一位成员名叫卡利。一代人工生命玩得仔细的同学应该对这个名字有所印象，她就是开宁的婆婆。总之呢，这里先不细说，我们后面还会提到。2032年，形态计划向世人公布。经过常年的与疾病还有突变体的拉扯，人类对形态计划普遍开始保持积极的态度。于是，世界进化机关初步拟定了待所有人类形态化之后，由人工生命继续对抗突变体，而人类创造的机器人人造人来维持人工生命系统的计划。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人类已经掌握了人造人的生产技术。而龙贝到尼尔宇宙的著名循环说的核心角色雅克尔，官译叫做艾可，在龙贝上的骑兵3中就可以看出来，它是机械的构造，也就是人造人。但它的出现呢，或许还要更早。在尼尔人工生命的重置版过场中，有一条在2026年艾可为国立兵器研究所提供武器的段落。说起来，艾可最常用的伪装便是武器商人，在龙贝3、尼尔2代都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更高次元的观察者，这里呢就不多赘述了。再往后呢，人类还需要解决2个问题，一是让大量形态体回归人工生命，需要非常大的能量。如何在人工生命清理完突变体、白岩化粒子消逝殆尽后，完成这个形态计划的最终步骤呢？以及形态化后的人类真的就能长时间的保持稳定吗？答案必然是否定的。那么这个问题就要关系到我们的主人公尼尔了。总之，后面的故事留给下一期视频吧。卡利的孙女开宁、研究所的艾米尔以及与妹妹流浪的尼尔，在他们都还是人类的时候，也就是游戏时间线的近1000年之前，会有一场什么样的邂逅呢？且听我们下期视频分解。编年史树立起来实属不易如果有疏漏呢，也很正常，做起来也非常花时间，所以如果催更的话，善用3连好吧。那么我是杰奎杰，愿人类荣光永存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。